从1999年的3月份，我们拿1万块钱去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杠杆型的 ETF，最惨的时候呢，竟然只剩下14块钱。那如果我们持续的投资到了2026年，总共花费了27年的时间，它的年化报酬率竟然只有惨淡的2%，这个报酬率甚至不如原型的 ETF QQQ。但只要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调整，它的最终资产竟然可以成长到42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家者 Kevin。你们最近好吗？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？现在AI 科技大爆发。美国总统川普更是时常放话，2030年以前半导体要全面的回归美国。美国未来的科技股大潮近在眼前，我们应该要如何抓住呢？与其瞎猜哪一家美国公司会成为明天的 AI、半导体或者是科技股的黑马，我们不如用聪明的方式呢，将美国的科技股大盘一网打尽。那这个方法就是直接去投资美国的纳斯达克100指数。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什么是纳斯达克100指数。纳斯达克100指数就是追踪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面100家非金融产业的公司。那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呢，常常都是一些科技股或是创新企业呢会在这个交易所上市，所以呢，它只要排除金融产业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科技成长股。那接下来这个指数会从这个科技成长股当中呢，取100家最大的公司进行一个市值加权，就成为了纳斯达克100指数。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它最著名的一档 ETF 就是 QQQ。这档 ETF 呢，它现在是全球管理资产规模前5大的 ETF 它目前的管理规模是来到了4810亿美元，比它大的 ETF 呢只有4档投资美国大盘的 ETF， 其他 ETF 呢都没有它大那我们台湾能不能买到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呢？当然有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会跟大家介绍6档 ETF， 我们直接来看。那他们这些 ETF 的股票名称的话呢，我全部都放在上面这边。那总共有2档是台湾的 ETF， 分别是富邦纳斯达克 ETF 跟中信纳斯达克 ETF。那接下来3档的话呢，是属于美国上市的 ETF， 分别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QQQ， 以及2倍杠杆 QQQ 的 ETF QLD， 还有3倍杠杆 QQQ 的 ETF TQQQ。然后最后一档 ETF 的话呢，则是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爱尔兰注册的 ETF。那什么是2倍杠杆跟3倍杠杆的 ETF 呢？这些 ETF 呢，它是将 QQQ 它的每日涨跌幅放大倍数。如果你是2倍杠杆的话呢，那当你的 QQQ 当日呢上涨 10% 的话呢，那2倍杠杆 ETF 呢，它就会上涨 20%。那反之的话呢，如果下跌 10% 的话呢，那2倍杠杆 ETF 就会下跌 20%。那3倍杠杆 ETF 的话呢，也是以此类推。那股票价格我就放在上面这一边。那其中有一档 ETF 呢，它的股票价格非常的高就是爱尔兰这一档 ETF EQQQ， 它的股票价格是来到了55000英镑。55000英镑看起来好像非常难以入手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想要买这档 ETF 的话呢，你可以去使用零税股交易零税股的话就代表说你可以买 0.01 股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几档 ETF 它们基金规模方面就相差非常的大那我这边的话呢是用台币计价的。首先我们先看前面这2档我们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邦纳斯达克的 ETF， 它目前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995亿台币。那是呢，如果你去看 QQQ 的话呢，哇 ，QQQ 是来到了15兆3140亿台币，将它的美元已经换算成台币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 QQQ 它的一个资产规模基本上是我们富邦纳斯达克 ETF 的150倍，是相差非常的大。那后面2档 ETF 分别是2倍杠杆的 QLD，它是4000多亿，那 TQQ 的话呢，它还有1兆多，那爱尔兰注册的 ETF 的话呢，也有4000多亿。那接下来是他们最近这1年的殖利率方面，那 QQQ 的话呢，它的最近这1年殖利率是来到了 0.39%。那 QLD 的话呢是 0.12%。那剩下的这些 ETF 的话呢，要么就是它完全不会配息，要么就是它可以配息，但是呢它从头到尾都没有配息过。那再来我们来看计价币别方面，那台湾这2档 ETF 它都是台币计价的，那美国这3档 ETF 都是美元计价的，那英国的这档 ETF 呢则是英镑计价的。那计价币别不同的话呢，当然会对追踪指数产生一些影响。像是我们所追踪的纳斯达克100指数，它是属于美元计价的，所以美元计价的指数当然是要使用美元计价的 ETF 去进行投资，它的一个追踪误差是最小的。如果你是投资英镑或者是台币计价的，那这中间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汇率的波动，那就会使得这个指数它的追踪误差会变得比较明显好，接下来是看内扣费用方面，那内扣费用方面的话呢，最便宜的就是 QQQ， 它的年度费用率的话呢，只有 0.18%。那台湾的这2档的话呢，基本上是 0.54%。
那如果你是像那种杠杆型的 ETF， 因为它的一个成分股啊，不是直接去买股票，它会去买一些期货或者是期权，来让它的一个涨跌幅呢可以来到2倍或者是3倍。那这种金融衍生性商品，它的一个内购费用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高，所以可以看到这2档 ETF 它的内购费用是将近1%。那爱尔兰注册的这档 ETF 的话呢，它内购费用则是0.3%。那美国股息税方面的话呢，只有爱尔兰这档 ETF 它的美股股息税是15%，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都是30%。那讲到这边的话，你可能会有疑问，那就是那我们台湾这几档 ETF 又没有配息，所以呢，美国股息税应该对我们来讲没有影响。答案是这样的吗？那当然不是啊。像我们台湾的富邦纳斯达克的 ETF 它直接去投资美国的公司的话，那这些公司的话呢，它配发利息到我们的富邦纳斯达克的基金当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被扣30%的股息税了。那接下来这档基金不管有没有配发给我们投资人它有没有配发股息，我们这些股息呢，其实早就已经被扣30%的股息税了。那接下来是所得归类方面，前面这2档 ETF 的话呢，它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ETF， 那它的配息方面的话呢，是属于海外所得，那它的价差就是我们交易的这个价差它是属于国内所得。那后面这4档 ETF 呢，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。那过去这1年的绩效方面的话呢，我们台湾这2档 ETF 是来到了47%，那美国这档 ETF QQQ 竟然只有37%。这边的话你可能会有疑问，为什么 QQQ 这档 ETF 它的绩效比我们台湾的还要差？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去思考。3、2、1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当然是跟这档基金它的一个计价币别有关系啊。首先 QQ 这档 ETF 它的计价币别是美元，那台湾的这档 ETF 的话呢，它的计价币别是台币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影响，那就是汇率的影响。像是我们过去这1年啊，台币兑换美元是持续的贬值，也就是说，像是我们台湾的富邦纳斯达克 ETF 它买的这些美国公司啊，假设它的股价都没有增长，但是呢，因为台币贬值，这就会导致什么？导致这些公司的股票换算成我们台币的时候呢，就会升值，所以就会使得台币计价，但是投资美股的这些 ETF 啊，他们的绩效看起来比较好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杠杆 ETF 他们的绩效，你可以看到 QLD 这个2倍杠杆的 ETF， 哇，它过去年的绩效是来到了80%。那如果是 TQQ 这个3倍杠杆 ETF， 它的绩效更是来到了124%，差距非常非常的大。那美国遗产税方面的话呢，只有美国注册的 ETF QQQ、QLD 跟 TQQQ 它有美国的遗产税，那其他这3档是都没有美国的遗产税哦。那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遗产税跟股息税要如何去节税呢？大家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，我跟大家进行分享哦。那看完这个表格，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，竟然 TQQQ 它1年可以赚124%，那傻子才买原型的 ETF， 或者是台湾的00662，我直接全仓单压3倍杠杆的 ETF TQQQ， 这样不就是增长最快吗？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，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回测，它的这个压力测试，那它的结果可能会大跌眼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回测。那我们这次回测的话呢，是3档 ETF， 分别是原型的 ETF QQQ， 还有2倍杠杆型的 ETF QLD， 以及3倍杠杆的 ETF TQQQ。那我们回测的年限的话呢，只能从2010年的3月份回测到2026年的5月份。那为什么是2010年的3月份呢？因为 TQQQ 这一档 ETF 呢，它在2010年3月份才成立的，所以它往前的资料是没有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如果我们一开始起初的时候呢，将1万元直接投入进去的话呢，这个16年的时间呢，最终呢 QQQ 会来到177000元左右。然后呢，如果是 QLD 这档2倍杠杆的 ETF， 它会来到100万。那 TQQQ 这档 ETF 则是会来到317万。那看到这边的话呢，一定会有人会觉得说，哇 ，TQQQ 实在是太强了，我们就直接 all in 它就好了。你看，才16年的时间呢，1万块就变成300多万了，真的是太完美了。那你觉得可以这样投资吗？那我自己是觉得不行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2010年到2026年，虽然它历经了16年的时间，但他们真正做到那一种大股灾、大崩盘的压力测试是几乎没有的。那我觉得至少要纳入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跟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回测才够标准。因为 QQQ 这档 ETF 呢，它在1999年就已经成立了，所以我这边就来进行一个模拟。我创造了2档新的模拟 ETF， 分别是小 QLD 跟小 T
QQQ。那小 QLD 的话呢，它是 QQQ 的 ETF 呢，我将它的每日涨跌幅直接放大2倍。那小 TQQQ 的话呢，那我则是将 QQ 的每日涨跌幅呢放大3倍。那这两档模拟的 ETF 跟原本的杠杆型的 ETF， 它们的追踪误差有差很多吗？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，模拟的 ETF 跟真实的 ETF， 它们两者之间它们的涨跌幅是非常的接近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模拟的这两档 ETF， 它们的可靠性是非常的高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两档 ETF 来进行一个回测。因为 QQQ 这档 ETF 呢，它在1999年就成立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模拟的这两档 ETF 当然也就可以回测到1999年咯。那我们马上来进行回测，从1999年3月份回测到2026年的5月份，总共历时27年的时间。那他们的绩效如下面的这张表格，你可以发现到，不管是2倍杠杆的 ETF 还是3倍杠杆的 ETF， 因为他们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压力，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跟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，所以呢，这两档杠杆型的 ETF， 他们的绩效竟然都落后于原型的 ETF。那 TQQQ 这档3倍杠杆的模拟型的 ETF 呢，它最惨的时候呢，甚至只剩下14块钱。那2倍杠杆 ETF QLD 虽然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，跟 QQQ 这档原型 ETF 呢，报酬变得非常的接近，但也不代表说呢它适合投资，因为它波动性实在是太大了。如果它在2027年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又遇到股灾了，哇，那 QLD 这档 ETF 它的绩效又会跟 QQQ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差距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投资杠杆型的 ETF 的时候呢，我们100%进行 all in 的话呢，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all in 杠杆型的 ETF 呢，就像是在赌自己的身家哦。那这样杠杆型的 ETF 难道就这么的不可靠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我们只要进行一个组合的配置，那它的一个结果就会截然不同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杠杆组合的一个曝险计算。首先 QQQ 的话呢，如果你是100%去投资 QQQ 的话呢，你的投资组合的曝险比例就是100%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曝险嘛。但是接下来如果你是投资60%的 QLD， 再去加上40%的现金的话呢，那你的曝险部位大概就是120%的纳斯达克100指数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40%的 TQQQ， 再去加上60%的现金的话呢，那你的曝险的话呢，也一样都是120%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曝险。那这两种曝险的比例，如果我们来进行一个回测的话呢，那结果会是如何呢？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，首先是2倍杠杆的64组合跟3倍杠杆的46组合，然后我们每年底呢都会进行一个投资组合的再平衡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绩效就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。首先你可以看到64的2倍杠杆组合呢，它的最终的资产可以来到24万左右。然后呢，如果是46的3倍杠杆的组合呢，它最终资产则是来到了41万左右。哇，他们的绩效跟前面如果我们直接去 all in 这些杠杆型的 ETF， 哇，绩效是相差非常的巨大。那看到这边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。为什么那个2倍杠杆的这个64组合跟3倍杠杆的46组合，我们刚刚看到它的一个曝险，明明都是120%，为什么他们绩效会差这么的多呢？那主要就是因为2倍杠杆的这个64组合它的现金比例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它在那个股灾发生，好像是2000年到2003年的时候呢，哇，它因为它的现金比例比较少，所以它现金的一个缓冲部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嘛，就会使得股灾来临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60%的曝险的那个比例就会快速的缩减。那3倍杠杆的46组合呢，因为它有60%的现金，所以呢，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，它这个现金部位就可以兜底，就不至于跌得这么的凶。所以你在一开始设定2档投资组合都是同样的曝险，但是呢，随着时间拉长，它这个曝险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。虽然我们一开始设计是120%的曝险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会每一天都将这个曝险的比例呢，都重新回归到120%。我们是每年才会进行一次再平衡嘛，所以呢，他们中间这个曝险比例其实就会相差越来越大。而现金多的组合呢，最终在那种大熊市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其实是更抗跌的。所以呢，牛市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曝险；那在熊市的时候呢，我们主要就是要看现金哦。那我们来看他们每年的报酬的比较，其实就会更加的明显。首先蓝线的线条的话呢，是属于 QQQ， 那红线的话呢，则是属于64的2倍杠杆的组合，那黄线的话呢，则是属于46的3倍杠杆的组合。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在2000年、2001年跟2002年，那64的2倍杠杆的投资组合呢，在这3年它的一个跌幅都是超过了原型 ETF 跟46的3倍杠杆的组合。而46的3倍杠杆的组合呢，它在这3年，它的跌幅甚至比原型的 ETF QQQ
还要少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拉，拉到了2008年跟2022年这2次也是有发生明显的大股灾。然后我们这个46的3倍杠杆的投资组合，它的一个跌幅也一样是比原型的 ETF 还要少。所以我从这边有观察到一个趋势。那就是呢，如果我们再进行一个杠杆组合的投资，那我们的杠杆部位杠杆性可以高一点，就是这个部位它可以来到3倍的杠杆，然后呢，剩下的部位就是现金比例的话呢，尽量多一点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在那一种股市大跌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组合它的一个抗跌性就会比较好，因为它现金部位很多嘛，所以你怎么跌，它也是有这个现金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如果遇到那种大牛市，就是股市上涨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杠杆部位虽然它的比例比较少，但是因为它的杠杆性非常的高，可能来到了3倍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它这个部位呢，一样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涨的作用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拿我们的原型的 ETF QQQ 跟64的2倍杠杆组合，跟46的3倍杠杆组合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定期定额投资，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绩效表现是如何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测试的区间一样是1999年3月份到2026年的5月份，然后呢，初始资金是1万块，然后接下来每个月也是一样去投资1万块进去。那最终的话呢，我们会投入327万。那 QQQ 它的最终资产会来到3760万。那如果是64的2倍杠杆组合呢，它则是会来到5818万。那如果是46的3倍杠杆组合，它则是会来到6590万。好，那接下来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要进行一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定期定额投资，你会用哪一个投资组合呢？A 原型的 ETF QQQ， B 64的2倍杠杆组合， C 46的3倍杠杆组合。那你会怎么投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。那我们刚刚介绍到的2倍杠杆的 ETF QLD 跟3倍杠杆的 ETF TQQQ，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使用 IB 透证券来进行下单的。那我这边就直接示范我是如何在 IB 透证券上面进行下单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会打开 IB 透证券的手机 APP，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放大镜，放大镜点击下去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输入 QLD， 然后按摄取。那你就会看到这一档 ETF 叫做2倍做多纳斯达克的 ETF， 那我们就点击股票。好，点击股票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进行一个购买。然后呢，你要买入的话，你就点击右下方的买入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设定我们要买多少股，1股。然后呢，使用限价单，然后价格我们可以设定一下，像是93.5。生效日期的话呢，1天，就是天的话呢，就代表说呢，今天内有效，就是开盘，1天内有效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取消前有效，也是可以去使用的。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使用1天。然后呢，确认无误的话呢，我们点击预览。点击预览之后，你就会看到这次交易的一个手续费大概就是0.94块，然后总共花费的话，你就94.44。那如果你确认 OK 的话呢，你就点击滑动已买入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下单成功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买另外一档 ETF， 就是3倍做多的 ETF TQQQ 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在右上角这边放大镜点击 TQQQ， 输入之后呢，点击摄取，然后呢这边点击股票。好，股票点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 TQQQ 这一档就叫做3倍做多 QQ 指数的 ETF， 然后也是一样点击右下角的买入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操作步骤就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以上跟大家分享纳斯达克100指数该如何投资，包含了一些台湾的 ETF 跟一些美国的杠杆型的 ETF。那如果你对这些策略有其他的想法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策略。那你的策略发想呢，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其他人。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IB 透证券来进行投资的话呢，你可以先加入我的 IB 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，我将链接放在上面这边。那有非常多的美股老司机会在这个社团当中分享他们的使用心得。那如果你有任何使用这个平台的疑问，也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进行发问跟留言，那我自己也会在这个社团当中回复大家的问题哦。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开户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 IB 开户的教学影片，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，也可以快速的上手。好，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你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也想要投资美国科技股大盘的朋友，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。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， 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那看完这个表格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感觉？那刚刚绩效方面，绩效方面我刚刚没有讲。那我刚刚绩效只讲到前面这两个，没有讲后面这个。那我要讲一下后面绩效再补一下。哇，这样我有点穿插。